之前的几期视频在计算了我们一家3口在湾区的生活成本之后，我就开始陆陆续续研究湾区其他地方的可能，其中包含了北卡、亚特兰大、西雅图和新泽西。结果呢都不算是特别的明朗，就北卡和亚特兰大吧，虽然消费低不少，但是科技行业的就业机会和湾区的差别实在也太大了。我们呢虽然说不想压力太大，但是也不想躺得太平，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北卡和亚特兰大回国都不是很方便，尤其是北卡，就算是转机也没有很多班次。西雅图呢，虽然说在收入、税和消费等各个方面算是比较均衡吧，但是唯独是天气，我不确定西雅图的冬天我是能不能接受得了的，毕竟我是一个特别依赖阳光的人。那新泽西吧，房价虽然不高，但是地税高，州税也不低，那整体算下来也就中规中矩吧。于是乎我就打算汲取广大华人工程师的智慧，换了一个方向问 AI， 问他我们华人工程师最喜欢从湾区搬去哪里，主要还是想要保留比较好的职业发展。 AI 把职业发展考虑进来之后，除了之前研究过的西雅图之外，他还给我推荐了华盛顿 DC 还有奥斯汀。不过这一期呢，我只打算讲华盛顿 DC， 我们这里主要还是考察收入、税还有生活成本。首先先说收入和税，那具体收入多少还是得看你从事什么行业，在什么公司，是什么级别。我这里就以科技行业的高级工程师举例吧，说 DC 的高级工程师岗位的就业机会其实还是挺能打的。 Amazon 有一个第2总部设立在这里，也是带动了很多的就业岗位，很多科技大厂啊，像 Meta 啊、Microsoft、Google、Nvidia 什么的也在这里也都有布局的。不过可能是因为靠近政治中心吧，集中在云计算啊、AI 基础设施还有安全方向的多一些。就薪资总包的话，以湾区作为基准，大概是湾区的 90%。 不过呢，我发现不同公司的差别其实还挺大的，主要是看各个大公司在 DC 的 office 有多大吧。那税的差别还是有一些的，联邦税在哪里都是一样的，州税的话，加州是高达 13.3% 的阶梯税率。那如果你来 DC 上班的话，一般其实也不会住在城里，因为城里的收入税是很高的，就有高达 10.75%。 那如果不住在城里的话，就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马里兰，一个是弗吉尼亚。如果是住在马里兰的话，它的州税没有说特别高， 6.5% 是上限，但是很多地方还要加上一个 3% 左右的地方税。那这么一来呢，其实最后算下来跟加州的这个州税交的钱也差不多了。那如果你住在弗吉尼亚的话就不一样了，这里没有地方税，只有up to 5.75% 的州税。举例说明的话，如果你的家庭年收入在湾区是50万，然后是家庭联合报税，那在加州你大概需要缴 3.9 万的州税。而在 DC 的话，年收入打个9折之后是45万，如果你住在马里兰要交 2.5 万的州税，还要加上 1.3 万的地方税，加起来就是 3.8 万了，其实跟加州是非常接近的。但是住在弗吉尼亚的话，你只需要交 2.5 万的州税，这么看的话，那肯定是要住在弗吉尼亚这一边了。分析总结下来，虽然说湾区的税多，但是赚的也确实是多。如果以湾区作为基准线的话，收入差和税差相互抵消之后，比起加州，首先是少赚了5万，然后是少交了 1.4 万的州税。那因为赚的少呢，所以交的联邦税也会少一些，这里少交了联邦税 1.6 万，总共少交税3万。那本着少交的部分也算是赚到的吧，所以就是最后算下来相当于是少赚了2万，然后把这个2万平摊到每一个月的话，一个月就是$1600左右。所以如果考察去华盛顿 DC 的话，那 DC 在这个生活成本上面至少要比在湾区少花$1600才是值得考虑的。接下来我们就算一下生活成本，看看值不值得折腾这一下。那在这个方面呢，我还是用了之前计算时候的归类，吃穿住行、孩子、旅游、医疗、大额支出等等。不过我在对比了几个地方之后，发现各个地方的区别其实主要在于收入、税和住房上面，其他的几乎都可以统一的乘以一个百分比。那这里房子我们依然是只看学分8分以上的独栋别墅，这样就可以省掉学费嘛。先说一说我自己住的房子，那房子呢是 4B 3.5B 的 townhome， 疫情的时候买的，刚好100万，当时付了 25% 的首付，当时的贷款利率集体的低是 2.5%，
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每个月还房贷3000出头，然后加上房产税啊、保险、HOA 和维修费等等，大概是4400一个月。但是呢，我们家不是学区房，所以娃到了学龄期以后呢，是要上私校的。那听说这边最便宜的私校 Challenger 每个月的学费要2700刀，然后再加上兴趣班啊，还有 After School Care， 就是差不多3700刀了。然后到华盛顿 DC， 根据 AI 推荐呢，住在弗吉尼亚这边一个叫 Reston 的地方性价比最高，这里距离大厂的办公室都比较方便，地铁直达 DC 和机场，华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多，然后学区也还不错。那这里学区房的中位数是95万，同样是25%的首付，根据目前的贷款利率是 6.5% 左右，那每个月需要还房贷大概是4500刀，所有加起来的话就是6300刀。那最后呢，为了满足部分人的好奇心，东湾现在学区房的中位数是180万，每个月需要还房贷9100刀，所有加起来要12100刀一个月。然后我想提一下旅游的花费，我这里是按照和湾区同样的花费，毕竟都是要出去嘛，但是其实我感觉可能在 Washington DC 的话会更多，主要是回国的机票会变贵。那湾区回国的距离短，航班也多， DC 呢就更加远，航班也比较少嘛。至于在其他方面的话，根据我之前的经验，我们统一在湾区的基础上乘以一个 90%。 最后的最后，我想用一个表格来直观的对比一下这些地方的生活成本。中间标注蓝色的部分呢是在东湾的花销，然后最后一列是华盛顿 DC 的，其余列是之前对比的4个地方。那总结下来呢，日常消费其实差别也没有那么大，真正的差别在于房子、收入和税。就如果你不太在意工作机会，或者是足够优秀，不用担心工作机会的话，也不觉得回国不方便，更偏向于长期定居、办养老，北卡和亚特兰大是可以考虑的。但是如果你还在意跳槽机会，不想总包下降非常多，那就可以考虑西雅图、新泽西和华盛顿。对于我们家来说的话，如果把收入差、税差和生活成本的差别都考虑进来的话，优先级是西雅图大于新泽西大于 DC。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，竟然是上期视频对比的2个地方进入了决赛圈。不过这些数据和结论的前提是现在就要买房，但是我不确定在现在利率这么高的情况下，买房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或许可以先租房，然后等到住了一段时间觉得真合适了再下手买一个，说不定到时候利率也下来一点。不过房子利率下来了，那房价很有可能就涨起来了。未来真的是很难预测，所以只能是选择自己当下觉得最安心的选择吧。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和住在西雅图和新泽西的朋友详细的了解一下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分享，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。我是龙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